我不认识什么薛家健啊。哦，那行，谢谢你啊，姑娘，没事了，你忙去吧。啊，这没有了，我们厂姓梁的女工你们都看完了。轻工二厂有柜台吗？在商场？有，百货大厦、宁江商场都有我们的柜台。营业员有没有名单？这不归我们管，是我们工厂下面的商品公司，他们办公的地方就在楼上。那这样，你带我们上去看看。啊，行，好，辛苦啊，不客气，辛苦啊。这。老陈，你把我清单拿过来啊。老陈，公安局的同志来我们厂了解一下情况。这我们办公室主任。你好，你好。给你打听个人啊，这个女职工姓梁，20来岁，有没有？20多。梁云。来说说情况。她吧是咱们这个百货商厦的一个营业员，啊，人呢长得挺漂亮，业绩啊一直是咱们的最好的。人现在在哪儿？我也很久没见了，听说是回家结婚去了。宿舍在你们这儿吗？她是在外面租的房子。在哪儿？我还真不知道。那行了，麻烦你了啊。不客气。好嘞。哎，好，行。这些是我们在旧下水道发现的，看着眼熟吗？这些都是女人的东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有邻居说，在警方到达医学院之前，你在用消毒水洗衣服，洗的什么？一件衬衫。你平时洗衣服只洗一件。还有内裤。是这些吧？不是，我洗的是我自己的男士的。几条4、5条。 4条还是5条？不是，这很重要吗？你对24、25号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，反而对更近的事情记不清了。而且你说你平时很爱干净，为什么内裤要攒那么多条才一起洗？还有，我们在你宿舍发现了晒着的衬衫，洗完的内裤呢？那我记错了，我没洗内裤，只洗了衬衫。为什么前后回答完全不一致啊？你们反复让我重复太多遍了，我脑子已经进入疲惫期了。你说你只洗了一件衬衫，对吧？对。那为什么我们找到这些内裤的时候也是被清洗过的，也有消毒水的味道？你怎么解释？所有人都可以用消毒水洗内裤，这能说明什么？一般人不会把没晾干的衣服藏起来。你怎么就能证明是我藏的？这个包是你的吧？这是你们单位发的，发到你的时候正好缺货，于是他们又特意买了一个，外表看起来都一样，但只有你的包是广南箱包厂生产的。当然，这一点你并不知道，我们也是走访学校后勤才发现的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我要休息。理由？头疼，想吐。你们抓我的时候用了严重的暴力，我现在脑子一片混乱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。这小女孩吧，人还行，就是有点臭美。每天上班的时候啊，都化妆，那个高跟鞋也是不停的换。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？住哪？这我可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下班的时候啊，总往南走了。往南是骑车还是公交？啊，没有，她应该住的不是很远。怎么呢？她每天早上那个7点半起床，说都能赶得上我们8点的点卯，所以说她应该住得很近。如果你们要是见了她，让她赶紧把那个奖金拿走。会计啊，都催了我好几遍了。一直没结吗？没有，这现在小姑娘任性了，说走就走，连招呼都不打。还是过了2天，他们家拿那个东西的时候啊，告诉我说不在这里干了。他们家谁拿东西？倒车，你看看，
这来拿东西的是这个人不？哦，对，是他，就是他。好，那这样，情况我们了解，谢谢配合。哎，行了，耽误您时间了啊！哎，没有，慢走啊。哎，南边出租房，步行半个钟头，不好找啊。半个钟头用不了，还得洗漱呢，还得买早点呢，15分钟最多了。15分钟也用不了，最多5分钟。每天呢化妆，穿着高跟鞋上班，你们不懂女人。对你懂。哎，怎么了？那个卫队还没结束。怎么那么磨叽？哎，完事儿了。他说他头疼，医生在里面检查呢。真会装。帮他治。哎，干嘛？他正愁装的不像呢，你要去配合他吗？明显是在拖延事情。我知道，所以一开始就不应该太轻敌。我说他什么时候头疼的？那件女士内裤。涛，梁云家找到了。走。这一片比较老旧的小区，很多外来的人都会住在这里，因为它的租金比较便宜。这个嫌疑人一直住在这个1楼，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。啊，这位是房东。进里面，开门。二哥，叫技术进场。一会儿到政务科把这2样东西全部登记一下，啊，是，把它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部要登记明白。叔叔，哎，干嘛去？哎呀，这不是医学院有2个保安说24号学校附近捡了一个包，还有一把伞，里边有一些女性的用品，还有什么请柬。24号啊，在哪儿捡的？平凉校。几点？晚上10点左右。啊，让我看看。我怀疑呢，丢包的人很可能是目击者，要么就是跟薛家健有关系的受害者。清点时间刚好是今天，你借我用一下啊。哎，我还没记录呢。我晚点还你。今天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啊！放哪？哦，放那边去吧。啊，一定要把账记清楚了啊，不要落了人家的人情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请问这是你们的吗？哦，对，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不用，新郎新娘在哪儿呢？哦，他们在小包厢里面准备呢。那您带我去见见呗。哦，那行，可以，来，跟我来，来。觉得真是太搞笑了。小雅妈妈，有人找你女儿我觉得你这个好看，你下次教我画你这个吧。你这个，哎，您好，这里要稍微再上去一点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包是谁丢的呀？哎，囡囡啊，这个包是你之前丢的呀？你好，哦，我是看见里面的请柬才找过来的。
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我们的呀。哎呦，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不客气。来来来，这喜糖拿一个。不用，谢谢。我们走了。哦。哎呀，好看好看，马上就开始了，一会儿走路当心一点哦，太长了。哎，我们的嫩嫩就是漂亮。技术那边怎么样？刚进还不到1个小时。叫梁云是吧？草字头的。这姑娘其实已经失踪2月了。这姓薛的是直接跑人单位，冒充他们家人，给人辞职去了。我们怀疑这姑娘没准已经出事了。宗哲，哎，你那情况怎么样？啊，我们把学校的空教室、实验室、仓库都搜了一遍，没有发现第一现场，包括凶器和其他的尸块。那你们呢？徐家健医学院毕业以后，就留在学校工作了。他在本地没有什么朋友，亲属也都在外地，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跑步。每天都什么时间跑步啊？晨跑也有，夜跑也有，有时候在学校里跑，有时候在外面跑，这就说明他很可能有晚上出去活动的可能。反正一会儿先看技术这儿，要有什么收获的话，搞不好梁云他们家就是第一现场。李选，到。你们组长怎么没来？他出去补证了。薛家健那边交代什么？啊，还没有。你们干嘛呢？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。哎，静姐，静姐，哎，新郎就不静姐了，这是大姨阿姨啊。吃好喝好啊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招呼不周，招呼不周啊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你慢慢走啊。谢谢，谢谢啊。真的是太谢谢了，下次再聚啊，下次再聚。哎，您好，我是市公安局的，我需要您配合落实一些情况，你看什么地方比较方便？走。这是我的证件。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，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吗？你放心，我们会保护你的隐私。但今天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，我希望你能配合我。好。那是2月24号9点多，我坐公交车回家，下了车以后，回家的路上就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我，
你说，你看到他戴了一顶帽子，是这样的帽子吗？是这样的。那是这个人吗？他蒙着脸，我认不出来。没关系。等一下，可以再让我看一眼吗？是他。你确定？你看，我忘不了这双眼睛。你看这个时间，他明显就感觉是不对啊。我应该跟你讨论一下吧。你看，这是干嘛的？哎呦，你赶紧的，你有徒弟有话跟你说。这几天我不是在调查一些薛家案的信息吗？整理的时候，我无意中发现一个规律，就是从88年起，每次割喉案出现后，他总是要离开宁江一段时间，就像是出去躲风头。当然了，也有可能这是巧合。不是93年到现在，他一直在宁江。不是，这3年他被派到外面学习交流去了，实际在宁江待的时间不多。现在也就是时间上有怀疑，其他方面呢？薛家健就不是左撇子吧？还有，88年他才多大岁数？医学院的学生，他能看出那么大呢吗？恰恰因为他是学生，没经验。哎，你先别慌，等顾开言回来，你们俩再去提审一次，也没准能问出什么来。哎，顾所长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师傅，他来了。哎呦，你可回来了，去哪儿补证啊？我想找你。等会儿，那个人说谎了。啊？谁？那个说在福安里看见薛家健扔垃圾的目击者，他说谎了。哈？2月24号晚上9点多，薛家健正在平凉巷侵犯一个年轻女性，也就是说，他不可能同一时间还出现在福安里。哦，麻烦你先去找到这个2月24号遭受性侵的这个女性，咱们再来谈。我找着了，并且跟她谈过了。她认识薛家健？不认识，但通过她的描述，跟薛家健非常符合。当时他为什么不报案？因为他正在结婚，他不可能出来报案。我知道这不能成为直接证据，但是凭我的直觉，他没有说谎。哦，你在讲直觉是吗？我们不是一直在谈证据吗？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这位女性没有说谎？也麻烦你拿出证据来证明说我们这边的证人说谎了，好吧？这样，你要不问问你的队员，他们有没有事先透露薛家健的信息或者是特征？可能吗？谁那天跟他在一起？我。但是我没透露薛家健任何信息啊。你听，你有没有说别的？我说。我说了句，你收拾了他一顿，才把他抓着的。你看。哎，往外，往外！你知不知道？就是明显是在暗示。我没说，我没说，别整上。回去滚！我的任务收拾。我能不能现在申请？
再审一次薛家健。可以，我正好有个问题要问他。薛家健，2月24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下了晚自习跑步去了。那天你跑了多久？8点到10点，跑多久我记不得了。顺着哪条路跑的？顺着河东滨江路，从观安巷交口，跑到了历城巷交口，从晨光路回学校了。你抖什么呢？手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正常。你平时做手术哪只手拿刀啊？左右手都有。那天天气怎么样？来，你给我看看这手。给我看看。打开。你认识我？背对。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你不认识我吗？认识。到底认不认识？我以前不认识，我现在认识。什么叫以前？我以前没见过你啊。你没见过我吗？1988年你在干什么？背对。 2月26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1988年3月17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1990年2月7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1991年12月14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还有1992年11月5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装糊涂！我刚才说的所有的日子，都是你马上就要离开宁江的日子。你干嘛去？你为什么离开宁江？听不懂，装糊涂是吗？1988年的3月17号，电机厂院里的废料堆，你见没见过？我见没见过？1988年3月17号，背对，我在问话呢。1988年3月17号晚上，你再想一想，你到底见没见过？背对，先去找你。来，刚才的为什么没找？现在才找的呀，让咱俩出去一趟。 哎，我们现在查的是碎尸案，你问的全是88案的问题。因为我认为这2个案子很有可能是他一个人干的，这是密码事。你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？不管你有什么新的发现。哎，关联案件不可以交叉质询吗？可以，但前提是必须有确凿的证据。你有吗？我能不能在拿到证据之前，我先用88案推进一下我们的碎尸案？这是我的方法。你这个推法，你怎么确定你不会把案件往死胡同里推？ 你的目击证人撒了谎，那几条内裤也证明不了薛家健杀了人，还有那根骨头，从他的反应来看，他可能真的是一无所知。而且我找到那个女孩，她只是被薛家健强奸了，并没有被杀。请问这件事你有证据能证明就是他干的吗？有吗？我相信那个女孩。我还是没有证据吗？我们俩是一样的，你说。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时间一到就要放人，你不懂吗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盯死他。对不起。 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你的决心上。好，这样，我知道您是预审，好吧，我听你的，你告诉我怎么办，我配合你，行吗？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 进来。我一猜就是你，啊，这气场还挺大呀你。窗户都给整开了。
我还知道你想跟谁去干仗，敲门声带着呢呗。还行，知道现在自己该坐哪个位置上啊？那个脱氧核糖核酸比对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？你当吃饭呢？你想要什么，人家马上就给你端上来。放心吧，早都交给省厅了，我就等着这个。还有一事啊，还有什么事儿？这个不就88那些案子吗？刘顺奎那个家伙早就告诉我了，给我打预防针吧。怕我骂你，怕我批评你吧？你凭什么骂我呀？疑点都在这摆着呢。疑点没疑点还叫案子吗？没有案子要警察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用88案来查薛家健这个案子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。你呢，能不能也换个思路，多方面考虑考虑？真是跟你姑娘一个模子刻上来。开言还跟你说什么？别瞎打听。反正我现在申请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走。第一，有没有可能把薛家健跟88案受害人指甲缝里的这个皮肤组织也做一个比对？啊，可以，但是啊，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啊。就说开言的意见吧，真的就那么对你没有帮助吗？没有。国平，我可不是在替他说话。那您替谁说话呢？你站住！开言说的对，我为什么不替他说话？我就替，滚蛋！怎么的？哼！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这点事儿让你们吵2回了。我们？你和那个男警官，我看出来你们好像之间有点分歧。是，你说对了。这个还记得吧？啊，你们之前说在我教室找到的那个股骨，这是一起杀人碎尸案的证据，就发生在2月26号。局长，你只管记录，有任何问题我来负责。我明白了，怪不得你们之前总共26号前后的事儿，但你干嘛告诉我这个呀？你觉得呢？我哪知道啊？你跟这个案子有关系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你说没有就没有，我们没有相关的证据是不会找你的。有人指认24号晚上在福安里看见你扔了一个包，那个包里装的就是部分尸块。你给我这胆儿，我也不敢呀。你之前口供说，24号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你在江边夜跑，对吧？按照这个距离，我们怀疑你是以夜跑为名，带着这个包去到了平时你很少涉足的福安里进行抛尸，然后再返回江边，这时间上完全来得及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剩下的尸块扔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没干。那些内裤都是从受害者身上得到的吧？是不是还有其他受害者？你是不是都把他们分尸了？我跟他们都不认识，我干嘛要杀人啊？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2月24号晚上8点到10点之间，你到底干什么了？我在凭良相。谁能证明？有个人可以证明。他是谁？一个女人。
我对他做了不好的事。综上所述，我本人不应该对目击者说出任何案情的信息，以后保证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问的不问。检讨完毕。说完了，说完了，下去吧。同志们，我说两句啊。我觉得汤志远同志他的检讨还不够深刻，没有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。你作为一名老刑警，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？说到老刑警啊，我得说说刘胜奎同志。你作为咱们5处年龄最大、资历最老的刑警，每天嘻嘻哈哈的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咱们过家家呢。卫队，我得批评你啊！你们这个3队，你是怎么管的？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。你这车头带得好吗？带得对吗？5处都有啊。咱们今天就以汤志远同志这件事情为戒，严格办案纪律。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散会。二哥，我没跟你开玩笑啊，咱别总心里说事，行吗？哎，卫队，何卫，你要是处在我这个位置上，你就知道有多难了。说得漂亮，理解万岁了啊！师傅，我是照你上次那个检讨写的吗？哎，什么哎呀？啊，哎，那个，卫队，我新买了点茶叶，尝尝，好的话给你弄点。啊，宋处，卫队，技术科那边说是在梁家发现了一枚指纹，说是蘸了油纸印在床头上的。哦，行，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哟，这事儿我怎么开言说一声呢？你跟他说干嘛？这么重要的信息，咱们预审科得知道啊。哎，宋处，打个电话多快呀！我就是这正好出去办点事儿，顺便。哈，你们忙啊。哎，顾开元在吗？哎，顾组长啊，对，梁云家发现指纹啊，你知道了哈？好，好。哎呀，你看，宋处才是宋处呢。没错，像我这种嘻嘻哈哈的人，我就进步不了。我不是人，我道德败坏，我没能控制好自己的邪念，我对那女儿进行了猥亵，我对不起她。行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说你只是对那女孩进行猥亵。薛家健，你是个文化人，也懂法律，我们是在给你机会，你一定要如实交代问题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们要是不信，你可以让那女孩起诉。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。警察同志，我也想帮助你们，但是那些没凭没据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。要是那女孩报案的话，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。要是没报案，我是不是还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走了？把他带走。组长，咱就这样被他耍了。他是吃准了那姑娘不会报案，这才嚣张的。
这让三哥知道了，又该说他没用。都想去检查是吧？不许！哎，师傅，老远就听你喊什么呀？没事儿，练习怎么当副局长。通知你们一下啊！哎，薛家健已经押送看守所了。什么理由？倒卖乙醚。好啊。碎尸案虽然到目前没有落实，但是至少我们已经把薛家健是盯住了，为你们争取了时间。到了这一步，对预审你们还有什么意见？我们对他能有什么爱怎么地怎么地呗，他们不行。你这什么态度？哎，挺好。哎，行，回事儿吧。哎，别的我不管，我就关心一件事儿，这主意谁出的？主意嘛，我果然，女儿，行吗？行不行？特别行。那就好。我就说我这个师妹真的是挺厉害的，我就眼看着成长。哎，谁这个之前啊，一直说我们开研这儿不行那儿不行来着啊？不，二哥说的吗？有，二哥，你说的。没有啊，我大侄女，我能说他吗？我无所谓，还怕你们说吗？我闺女我不了解吗？跟她爸爸我一样，抗击打、抗压力，警察基本的素质全都有。将门虎子嘛，对吧？有其父必有其女，所以我要向您学习，不是向开元同志学习。向我师傅学有错吗？没错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当你副局长吧。这个同志有点意思啊！今天这是吃错药了，还是打了鸡血了啊？他怎么了？报告领导，刚才技术过来说发现一枚指纹，对，就在梁云他们家。如果比对出来的结果，这枚指纹是薛家健的，那薛家健碎尸案跑不了。好，省厅报告到了。会不会是送检的把指纹弄错了？你觉得可能吗？
照建议，10块就好。哎，干嘛的？事情有对的。哎，等等，干嘛呢？证件啊？没带。哎，没证件不能进啊！你看清楚我的脸，刑警队队长魏国平。那也不行。走。哎。哎，你这人干嘛呢？不好意思呀，归队。摊子，我的问题。你没事吧？之前指认不实，这次一定要如实回答。说假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好，我知道。2月24号晚上，你到底有没有见着在福安里扔包的人？其实那天我只看见一个背影，并没有看到他的正面。听说那个目击证人说的假话。哎呀，可不，已经另案处理了。哎，这下功夫全白费了。之前还以为是板上钉钉了呢。主要是魏队想钉，他还想把88案往里并呢。进。右。好，梁局，快坐。怎么？我听说案子又陷入僵局了。看见抛尸人的那个男青年啊，已经承认，他看到的只是个背影。对体貌的描述呢，也是稀里糊涂，所以啊，这条线，这不等于断了。另外呢，尸块里的碎石也被证实不是来自呢梁云家的现场。现在呢，唯一让我们高兴的，就是梁云找到，人还活着，活着。据他本人说，他跟薛家健分手以后呢，跑到外边旅游散心去了。我们呢也找旅行社进行了核实，情况基本属实。不管怎么说，不再多出现新的受害者，就是好消息。另外，我听说 DNA 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。对，鉴定结果呢，可以认定死者是于爱青。这对我们来说，也算是个不小的收获。最关键的是，薛家健被咱家丫头用乙醚的案子给摁住了。虽然说现在只有性侵的线索，但是碎尸案还是可以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吧。苗局，别安慰我了。现在可以认定，薛家健根本就没有抛尸的时间，所以啊，碎尸案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。至于魏国平呢，死抱着88案，非要跟薛家健外出这个时间的巧合点往一块捏，驴唇不对马嘴，成为不了直接的证据，是不是？一码归一码吧。在整个案件推进过程当中，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救高秀莲、找爱莹、抓薛家健，
都是他和三队做的。你就别夸他了，再夸他更摁不住了。光去闯现场就这一项，就必须要严肃处理他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薛家健，大伙在心里啊也基本上认定他就是真凶。现在突然被推翻了，这搁谁那儿都会被闪一下。闪？魏国平闪的太少了，他应该再多闪点儿。你呀，就是嘴硬。真的不心疼这个徒弟？怎么办呢？这我抓的是全局的业务，我不能为他一个人考虑吧？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可真是不小啊。坐吧，不说工作，聊聊生活上的事儿。我没生活。我可听说你失眠很严重，一直这样吗？也没有，就这些年的吧，才有的。过去嘛，争强好胜，别人看半晚上书，我就看一宿；别人能站半天，我就站一天。老想比个输赢。那时候体力也好，不睡觉没关系，现在想睡睡不成。你说的这些情况，是在陈山河那件事之后发生的吧？您不是说我们聊生活吗？哎，我现在说的就是你这个人。我这人也没啥可聊的。你是个人才，一个优秀警察应该有的特质，你都具备。忠诚、勇敢、执着、不怕困难。你的经验、头脑、你的领导力都很出色。冷不丁夸我感谢领导。我这就说到你的缺点，你的缺点其实也就是你最大的优点——执着。可执着这个东西，它是个双刃剑。要是没有恰如其分的控制，那它就很可能变成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变成偏执。对，偏执。您不是第一个说我的这个问题，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听你这意思，是不打算改了？想啊，改不了，跟失眠一样。还是因为陈山河吗？咱能不提这茬了吗？您接着找找别的缺点，我挺爱听的。作为一个老公安，我知道那是种什么滋味。一开始是震惊，你也不愿意承认，然后是愤怒，是悲伤，你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这种情绪就会变成一种自责。你会问自己，为什么死的那个人不是我？你会觉得活着是一种太沉重的东西，会让你觉得喘不过气来。你不敢喝酒，你甚至不敢睡觉，恐惧一切可能会让你失去冷静的东西，因为哪怕是一点点、一瞬间的脆弱，都会让你觉得死去的战友还在。三队弟兄在等我，我能有点事儿先去处理一下。就是这样的压力，它会让你想到，唯一能够逃脱这些困扰的方式就是破案，不顾一切的破案，找到他，抓住他，这样才能让你高位战友。没错，才能解脱自己。没错，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就要破这个案子。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，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。我向他保证过。我经历过和你一样的事情，我也走过同样的弯路。
希望你不要被这种情绪左右，不要失去你的冷静。这是破案的大忌。谢领导提醒。我们现在可以聊聊另外一件事了。聂小雨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我是电机厂子弟，我父亲和聂宝华的爸爸是以前在一个车间，所以我跟聂宝华是从小一块长大的。聂小雨是聂宝华的亲妹妹。我问的是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朋友。普通朋友还是男女朋友？到目前为止，都是普通朋友。刑警队长和重点人物的妹妹可以交朋友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他没有违法犯罪。你不要误会啊！警察要查案，社会关系要过。我知道，水至清则无鱼，我懂。不过一定要把握好分寸，不能越界。没有越界，一直都没有。而且他跟他哥不一样，聂宝华所有的事情，聂小雨都没有参与过。这我相信。但这里边的关系，毕竟还是很敏感。瓜田李下嘛，你又是这么一个身份，还是要避嫌，尽量。现在我可以走了。人都是有情感的，这太天经地义了，因此很多人经常都忘了法不容情。我希望你不要忘了。谁走？他把你当成他了。什么？派出所跟我们说这儿住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，我们说就过来看一眼。结果你看小霞这下成这样了。人在哪？那儿，对面。谁呀？这是？我。他叫王德发。我太知道他叫王德发了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来这儿干嘛？这话说的，我出狱了，只要不违法，我干什么不行？谁告诉你的？谁让你找我妹妹来的？我只是跟她打个招呼，以后这不就对门住着吗？你住这儿啊？你没家呀你？我是没家，坐牢第3年，我妈就死了，所以我把老房子卖了，我重新找个地儿住不行吗？这是租的房子是吧？应该是，之前都没见过。咱俩不废话啊！我通知你，今天你马上你从这儿搬走，有多远搬多远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别吓唬我，我现在懂法了。作为合法公民，我选择住哪儿是我的权利和自由。你妹妹哭也好，闹也好，在我没有侵害她之前，我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她怎么想，跟我没关系。哎呀！
小霞，你让他走，让他走。国平啊，凶手有什么特征没有啊？好像是个左撇子。还有什么？天太黑，我没看清。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话，咱们随时都可以停下来，等你好一点，咱们再开始啊。你问吧。当天晚上，你和陈山河同志在堆料场巡逻的时候是怎么分开的？堆料场是分类存放的，地方不大，但是死角很多。也是想节省时间吧，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说要分开走，在最西面汇合。那抵达现场的时候都看见什么了？嫌疑人拿刀要捅受害人，我喊了一嗓子，山河回应了，然后我跑过去，嫌疑人把受害人一推，就跑了。那受害人怎么样了？应该吓坏了。那你呢？我放下受害人，我就去追嫌疑人。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？也就是说，你比陈山河同志距离嫌疑人更近，那你为什么晚到了？我跑错路了。你对电机厂那一带很熟悉啊。刘国平，鉴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的表现，区党委决定给你申报3等功。我不要。你听我说，我们呢也理解你的想法，但是荣誉除了表彰你本人之外，更是对公安战线其他同志的鞭策和鼓舞，也是对流言蜚语最后的回应，明白吗？遗憾的这次心碎过几回，疼痛强烈深有体会，用完之间无法与生媲美，生来平凡啊也对。面对着风霜，写下对错问心无愧。面对着困难，仿佛问我是谁。面对着希望，不甘于平凡不能美。嘿，他是谁？为什么让我哥一个人去抓坏人？你跑哪儿去了？你们不是一块儿出去的吗？胆小鬼，是你害死我哥的！你胡说什么呀？他昨天的作废，悲喜交加尝尽人间百味，谁不想一世荣归？从警就有牺牲的可能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强烈深有体会，用完之间无法与生媲美，生来平凡啊也对。面对着风霜，写下对错问心无愧。面对着困难，仿佛问我是谁。
着希望，不甘于平凡不能美。嘿，他是谁？像浓情原味。有事？有事？出大事了？说呀！你嫂子让卖肉的给骗了。我跟他说过，我说你买肉就去正经的国营的农贸市场，不听我的。非得在门口那小商小贩们，就为了便宜那几块钱，2斤排骨买回去变成2斤骨排了。为这点事儿，哎，这耳朵呀，这一个劲儿的唠叨，耳朵都起茧了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说你怎么着？要不然我跟卫队说一声，我跟国平说，我说把那卖肉的抓起来。他不说话。二哥还是羡慕你啊，单身一个，也没媳妇儿，也没人在你身边唠叨。哎，我姑娘打架的事我跟你说了没有？学习有进步，得了学习进步奖。他们班级奖励他一文具盒，结果他卖有个臭小子，哎，他同学男的，生气，就把那文具盒故意给他摔了，姑娘不高兴了，上去哎，一巴掌就把那小子呼地上。你说挺文静一小姑娘，怎么这么大劲儿？这像谁呀？这个。我小时候挺腼腆的呀，不像我呀。哎，这脾气，这跟你有点像。这么慢呢？怎么？你又洗澡又穿警服，你相亲去了？吴政委今天讲课。要求大家都得去啊！你的，听我这，我不去。不说了吗？要求大家都得去。政委任命的时候咱就没去啊，顶头上司讲课再不去，那不好啊。哎，你不说你一上课就打瞌睡吗？你就当去休息去了啊。我穿警服。哎呀，我人去了就行。快点，别磨叽了，等你啊。大家怎么看？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叫恶意？韦教授，我们在工作中常见的有故意，比如故意伤害，这是刑法里的罪名。另外还有蓄意，一般是形容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之前有准备、有预谋。但是您说的这个恶意，
在正式的条文中好像没用过。吴教授，我认为恶意啊，它就是一个不良企图。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们都侦办过故意杀人案，这就是典型的把恶意变成犯罪事实的行为。所有恶性犯罪呢，都是这些犯罪分子恶意的体现。那恶意不就是犯罪动机？这不一样吧？犯罪动机是客观原因，恶意呢，它应该是态度或者是取向，只有这二者结合在一起，才能够驱使犯罪。说得好。海人王，刚才几位说的这个恶意，主要都是针对犯罪分子的。可你们想过没有，我们在办案过程中，也可能会有恶意。老师，您说的恶意具体指的是什么？问得好。因为千百年来，历朝历代干我们这一行的，他的侦办思路其实是有罪推定，也就是说，我先认定这人是有罪的，然后再根据这个逻辑去办案。大家想一想，当你已经在内心认定一个人是犯罪分子的时候，接下来你在办案过程中，每一个小锁、很小的线索，只要它符合你这个逻辑，会加固你这个逻辑，你都有可能去把它放大，再放大，变成证据。而跟你这个逻辑相反的、相悖的，再明显、再大的线索，你都有可能忽视它。你可能会怀疑它、排斥它，甚至直接推翻。师傅，现在这个碎尸案有没有可能和88年226案挂上钩？什么叫以前？1988年你在干什么？1988年2月20日，还有1988年3月19号晚上，2月7号，92年11月5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88年割喉案的这个人一藏了整整4年，突然有一天被他身边的一个熟人发现他这个情况了，于是他迫不得已必须杀人灭口，但是他又害怕我们警方发现他的社会关系，找到这个人，于是怎么办？他必须碎尸，碎尸正好能掩盖他割喉的手段。请问这么想有问题吗？这么大胆的想有问题吗？我们现在查这碎尸案，你问的全是88案的问题。因为我认为这2个案子很有可能是他一个人干的，这是一码事。干解剖的呀，你还是干碎尸的？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，不是被谁下出来的口供。本案受害人遭遇性侵了吗？薛家健就不是左撇子吧？还有，88年他才多大岁数？医学院的学生，他能看出那么大的吗？我没见过你啊！我上大学那会儿，没毕业呢。什么叫个人色彩太重了？哦，您是觉得说我要并案，我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吗？我难道不是吗？魏国平，到。你怎么看？怎么看我们说的这个恶意？这样吧，我换个问法，以你自己的工作经验，在破案过程中有没有过因为这种特殊的恶意而影响你的判断，甚至判断失误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听清，你是有还是没有？有，很好，承认自己有，就是消除恶意的第一步。魏国平很真诚，也很勇敢。说一个警察是不是勇敢，那还不光是要看他是不是奋不顾身、不怕死，还要看他敢不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，敢于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，推翻自己，否定自己。因为人要做到否定自己，这是最难的，这个过程非常痛苦，很折磨人，一点都不亚于那些没日没夜的蹲守、大海捞针的排查、流血流汗的抓捕。作为警察，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课。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，对不起，可能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。因为我们破案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还是错，而是为了
追求真相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推倒重来的，包括那些自己认为是确切无疑的东西。只有你敢推翻它，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接近真相，而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本质。请大家都记住这一点：没有真相，就没有正义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现在来谈谈我们今天的主题：刑侦的方法与手段。军儿，把薛家健的资料拿过来。好。他的指纹不匹配，假设他有同伙。假设哪有什么假设呢？咱办案不能靠假设吧？假设什么呀？咱们讲究的是证据链，证据链呀！什么呀？证据链这么完整，你去拿什么假设呀？你有证据吗？3对的。头。之前，因为这个我个人的一些原因啊，一直是要把88年的旧案和我们眼前这个碎尸案并案侦查，甚至坚持地认为说薛家健就是这个案子的凶手，哪怕说证据已经摆到我眼皮子底下了，我还在这钻牛角尖，确实害得大家是跑了不少弯路。对不起大伙儿，我给大伙儿道个歉，对不起啊。头儿，你别这样，头儿，别这样。没有，现在啊，我们3队内部，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分清楚了，就这俩案子不是一回事儿。薛家健呢，还是以性侵为方向，这个另案侦查啊。那碎尸案呢？从现在开始，大面积进行指纹的采集和比对，深挖与爱情的社会关系。一句话，咱们从头再来。是。老板，蔬菜来了。哦，来了。成为大家日益关心的话题。那么记者今天在街头走访时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幕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下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刚刚是不是您好？别拍，人给他走了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刚刚是不是您先闯的红灯呢？哪里的呀？不要拍了，关了，这要关了。老板。我从这边开过来，哎，警察同志，吃饭啊？你是这儿的老板江广善吧？是。啊，我们是派出所的，过来采一下指纹。采指纹？你不用紧张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程序，麻烦你配合一下。哦，您稍等，我手上全是油，行，我洗个手啊。近日，全省公安系统的培训活动在我市举行，来自13个地市的刑侦骨干们汇聚宁江，举行为期10天的活动。你还挺关心咱们宁江新闻嘛？讲座等多种方式，好，这就开着听个响。业务水平，进一步规范刑侦。您看这是要怎么弄？我看。你这手怎么了？就前2天给割伤了。哦，能取下来吗？能啊。好了，行，你这样先采其他的吧。你记一下啊，右手拇指受伤，缓采。好了，是怎么弄啊？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大案子啊？哪有那么多大案子？
这就是正常工作。是，不该打听别瞎打听。哦，记着等那个手伤好了以后到所里来把那个指纹补上，好吧？哦，好，一定。所有人都采啊？啊，每个人都采。来，这儿签字。好嘞，签这儿啊。那行，老板，那就没事了啊，你忙吧。好嘞，就走了啊，再见啊。哎，再见。哎，慢走啊。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回来了啊，给你查过了，那王德发呀，在里面有立功表现，所以提前释放。有什么？立功啊？谁？王德发，救人。监狱我都给你查过了，确有其事，而且这个符合这个减刑的标准。哎，你这不吃啊你？哎呦，忙活你这事儿都饿坏了我都。那怎么能这么巧的？就是我妹妹住哪儿，她住对门呢。房东我也给你查了啊，按说跟他签合同呢是另外一个人，说是什么远房亲戚要来住。这亲戚在哪儿？没找到，外地人，根本就不在宁江。这放多长时间了？这都拖成这样了。一个大老爷们有本事冲我他哥来啊！啊，就干咱们这行的啊，想冲咱们来的人还少吗？你跟他们置气置得过来吗？要我看啊，要给咱妹妹搬个家算了。往哪儿搬？这节骨眼上，你这房子说找就能找着？而我妹妹那腿脚，搬一次家跟要她命似的。也是，哎，要不这样，让她住我那儿去，让你嫂子照顾她。也算了，这姑娘还上学还考试呢，而且小霞现在这2年被社区照顾的还行，一换个环境，给别人添麻烦，她自己心里边也不落忍。也是哈，我那姑娘最近小升初，也挺忙的。哎呀，二哥呀，你说怎么就没有一件事是顺的？虎子爱营、薛家健也是，都不是碎尸案的凶手，也跟这个88案也。一切打回原点。总觉得他还会再跑，东西没扔完，他肯定还能再跑。他只要是再跑，咱们就能逮着他。这么想就对了，只要有线索，哎，不愁查不着。那你说问题怎么就能这么巧呢？我说王德发，小霞搬哪儿，他去哪儿，怎么就能这么巧？你绕回来了，你是。哎，你要实在不放心啊，我去跟那辖区片警打个招呼，让他们盯着点，刑满释放人员盯紧点也应该的。假公济私了。行了，这事儿你就听我的啊。行，放心。不是，哎，你怎么就能这么巧呢？我说抛尸那人。哎，为什么我们刚到医学院，他就跑那儿抛尸？为什么薛家健刚用完那间教室，他就扔到那间教室里？你说他是冲着我们呢，还是奔着薛家健呢？这事我也琢磨过。哎，要想做成这件事儿啊，必须得满足2个条件。第一，
熟悉薛家健，而且必须了解薛家健的犯罪事实。第二，必须得了解咱们警员的行动。医学院都盘查过了，所有人员全盘查了，没有可疑人员啊。那就说明盘查错了呗，他就不是医学院的人呗。不是医学，但是还得跟薛家健有关系。这个熟悉薛家健，而且陷害他，和他有仇，不是还不是这个薛家健社交圈子里面的人？有这样人吗？二哥，可能我们需要想一想，所有薛家健案件当中涉及的受害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部信息，可能这是破这个案子的关键。有人吗？没吃饭呢你了？里面的人出来一下！有没有人？我提醒他们啊，必须得上进口原装漆。一定一定。您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谁呀？咱俩上回见得7、8年前了吧？您想想，那天下雨，晚上。你怎么找着我的？你看您还是有钱人，还是这么显年轻，7、8年一点变化都没有。你怎么找着我的？您不是出车祸上电视了吗？我就挨个汽修厂巡了一遍，今儿能找见你，说明咱俩有缘分。你找我想干什么？跟您说实话吧，我就是手头有点紧。要钱是吧？我保证就这一回，真是有急用啊！谁找？够了吧？我跟你说，这条狗这是这么多钱，你知道吗？遮住凌乱的脚步，最烈的狂徒遁入黑暗的恐怖，呼喊声那么无助，身后没退路，祈祷着谁来守护，为他不退步，火热的力量。我是最初的光芒，而太阳终将抵挡罪恶与肮脏，燃烧着炙热滚烫，烙印下个希望。所有的重伤遗忘，是我的勋章。
不是罪恶。